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谢谢你今天抽时间来见我。我非常满意你的资历，而且很欣赏你对司法上的见解。等我回去和教授讨论以后，再给你答复。应该这2天内会有结果，我们保持联络。好，谢谢你。曼宁，哎 ，Melvin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刚刚那位应该是 Joseph Group 的其中一个合伙人 Steve， 对吗？嗯，你想加入 Joseph Group？ 如无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真的不打算回来总监署了？之前那件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，你又何必介怀呢？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了总监署上班，这么多年来都用检方立场看待司法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出去看一看，希望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收获。那好吧，那我也不勉强你，只是觉得很可惜，毕竟你父亲很期望看到你在总监署有一番作为。现在有姐夫兼任，他也是我 daddy 的半个儿子，相信他在天之灵你会感到很欣慰的。我是不是说错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啊，我约了人，差不多走了。啊，那祝你工作一切顺利。如果要是做得不开心的话，总监署随时欢迎你回来。Melvin， 你是不是想对我说些什么？ Come in。张医生，这张纸，这是你叫那位服务员交给安生的，对吗？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是来复诊这么简单。看来他已经把所有事情告诉你了。张医生，请你不要再做这些无谓的小动作。我这样子做，只是想查明真相而已。当年英国警方并没有逮捕安生，就说明方海伦老公的死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 案件疑点重重，最好是草草了事结了案。乔先生也因为用药过量而猝死，这个结论是我无法接受。能不能接受是你的问题，请你搞清楚，这不是因果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你身为一名律师，难道你可以对不公不义的事情视而不见吗？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事情没有找出真相，你们是不会有幸福的。请你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。 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们，还有更有意义的事等着你去做。梅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这里的护士都长得这么漂亮，简直是人间天堂啊！难怪这几天我联络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为什么会在医院？ 来医院不是养病，难道来度假？你有什么病？这女孩子还真八卦，我开始担心连律师会觉得货不对版了。我是来割痔疮的，你满意了吧？这个人硬伤玩家的隐私。割痔疮可以坐在轮椅的吗？谁说痔疮不能长在其他地方的呢？好了，我告诉你了，我是得了梅毒。
你最好不要太靠近我，要不然传染给你就不好了。终于你说，他得了什么病？不要忘记了你答应我的事啊。他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你不要问我好不好？我答应过他是不能说的，要不然我一辈子是交不到女朋友的。如果你现在不说，我可以确保你一辈子都交不到女朋友。武佳明，你告诉我，什么是布鲁格达症候群？蒋中人，你注定一辈子孤独终老好了。你告诉我啊！你真的想知道什么病啊？你可以上 Google 找啊。你可不可以正经一点？中人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一定是在你面前加盐加醋的。其实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。你突然在街上休克，医生说如果入院晚一点，你就没命了。我这个病呢，简单来说就是心律失常嘛，就等于说我心脏装了一颗计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引爆而已，就那么简单。还有疑问吗？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一点都不突然，是遗传病。把我抛弃在孤儿院的父母什么都没留给我，只留了一颗计时炸弹。你说啊，要是他们留了一大笔的遗产给我的话，那该多好。你这个病可以医治的吗？我20岁出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了。我当时拼了命努力的赚钱，就想要改变我自己的命运。问题是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改变的。我早已经认命了。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又没事。就算我真的死了，对你来说也没差吧？什么没差？你是我的朋友啊。你也知道我得罪人那么多，那些人每天联合起来诅咒我，我要战胜他们对我的怨念，其实真的不简单的。不过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这个人呢无牵无挂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也不会有人为我掉眼泪的。我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你都要活下去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要当新娘了，不要因为我的事情而影响你心情嘛。总之呢，我答应你，在我还没看到你嫁给那个暴力狂之前呢，我是不会有事的。不过你确定你要嫁给那个暴力狂？我担心我一出讣文，你就出现在社会版头条了。美。妈咪，妈咪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件婚纱？没有啊，妈咪很喜欢这件婚纱，你喜欢吗？很漂亮啊。以后你结婚，妈咪留这件婚纱给你好吗？ No way， 我才不要结婚嘞！为什么？男生很臭，又流很多汗，而且不爱洗澡。哦，你是说你班上那个 Michael 吗？ Michael， 谁是 Michael 哈？怎么没有跟妈咪说？怎么没有跟妈咪说？他没有跟你说啊，就是他喜欢的对象啊。哦，莎莎阿姨乱讲，我才不喜欢他呢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而已。来，我帮你擦口红。去。妈，怎么了？衣服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呀，我很喜欢。你这套婚纱很漂亮。奇怪，那表姐夫怎么换你那么久啊？我过去看看他。安生，安迪，多2个星期你们就要注册了，
我真的希望你在结婚以前能够向他坦白。安娣，其实我……妈，你怎么还没有换衣服啊？我现在就去换。你穿婚纱真的很美。你今天也很帅。Olive 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，我还以为我再婚他会不高兴，没想到他比我还要兴奋。办婚礼又热闹又好玩，他当然开心啦。不过对大人说，看事情要看得全面一点，单单的凭直觉是很危险的。妈，你想说什么？安生10几年前在英国涉及一宗命案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先回答我再说。他是被人陷害的，那件事不完全是他的错。那他应该向警方交代清楚，让警方去查，而不能像鸵鸟一样躲起来什么都不理啊！我是觉得你应该证明他的清白之后，你们再结婚也不迟啊。我不想再等了。我已经浪费10年的时间，我不想再错过。你们会变成今天这样，是我一手造成的，我很对不起你们。妈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希望可以得到你的祝福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下去。你是一名律师，万一整件事情被揭发的话，Olive怎么面对安生？你有没有替 Olive 想过啊？还没发生的事，担心也没有用。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，Olive 也是。总之，2个星期后，我们一定会结婚。你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我不希望你这次就有同样的结果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你叫我自己做决定的。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想清楚再做决定。妈咪，大姐，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回来啦。好不好玩啊？好玩极了。已经累坏了吧？有点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把行李拿上楼。哎，你怎么啦？没事，受一点小伤。受伤？怎么刚才没告诉我？小事，我不想你担心嘛啊。放下吧，不要拿了。怎么这样不小心啊？无碍事的，阿妈。姐夫是为了保护我才会弄伤的。保护你？应该不会是那个唐文海出现了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没事吗？啊？别担心，我不是好好在这里吗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看你还早点休息吧。是阿妈，我送你上楼吧。早点睡。哎，那件事情怎么样了？你老公每天忙着工作，一有时间就留在家里陪我。我觉得是你想太多了。谢谢你没把那件事告诉你姐姐。我不告诉他是不想要受打击，他把你们这段婚姻看得很重。
其实我也很重视这段婚姻，我会好好珍惜，不会再做出伤害你姐姐的事。但愿如此吧。我已经跟 Amy 说清楚，不会再跟她来往了。我这次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因为我想替我爸补偿你。当初要不是我爸答应推荐你成为第2副检察长，你也不会离开 M&E。我知道那是你的心血，最后却由你来接任我的位子。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老实说啊，当初我的确是有点失落，不过这也不能怪你爸，他只是帮我推荐，没有人会料到梁斌最后会做什么安排。我爸当时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告诉你。其实当初你父亲没有想过要推荐 Edward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爹地一早就知道你要生的人是我，而不是我姐夫？他鼓励 Edward 加入总监署，只是想找个理由让他离开 M&E。可是我爹地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还记得 M&E 接受了简旭婷的委托，帮他让儿子简俊豪打官司的这件事吗？如果外界知道了你父亲跟 Edward 的关系，无论判决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争议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那我爹地大可叫我姐夫不要插手这件事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？你还不了解你父亲的作风吗？他向来都是一丝不苟的，不容许他的职业生涯有半点争议，更何况那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件案子。其实这对 Edward 来说，的确是不公平。所以我姐夫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入职的前2天，曾经私底下来找过我。虽然我跟你父亲的交情不错，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被蒙在鼓里，所以我就老实的告诉他了。曼宁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困了，要去休息。我们还是把婚礼延后吧。为什么？你跟你妈的关系好不容易才变好，我不想你们因为我再次闹僵。我妈那边，我会想办法，你不要担心。我知道你一直希望她看到你开开心心的出嫁，我想花多一点时间，争取她对我的信任。如果她一辈子不接受你呢？我们是不是永远不结婚？当时你们每个人催我结婚，现在我想嫁，你们就一直叫我改变主意。你不要生气，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。我考虑得很清楚。其实最近我在研究你的案子，如果你同意，我想去英国一趟。更了解当时的案情。其实你盗取药物，目的只是想要帮人。严格来说，你犯的是技术性错误。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当时方海伦一开始就想要利用你，而且你事先完全不知情，我相信你需要承担的罪名并不严重。我这样做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带着愧疚过你的人生。让法律还你一个清白，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。如果你介意的话，你就当做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不再碰这个案子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回到公司，你把所有的文件准备好给我。哎，慢点。你先上车等我。
我今天是特地来找你的。什么事啊？我爸出事的前一天，你有没有跟艾伟见过面？我查一下。去年7月5号。没有，我们没有见面。你确定？那天早上，我陪简旭婷到警局录口供，下午跟一个当事人开会，一直到晚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谢谢你。回去告诉徐警官，我不需要你们保护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梅梅，梅梅，外婆，我可以买这个吗？很可爱耶。你家里已经有很多玩具了，还买？刚才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给你了，不要浪费钱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外婆，妈咪结婚后，我们搬去安生叔叔家住，你一个人不会害怕吗？怕什么？没人陪你啊。这么多年来，外婆都是一个人住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倒是你们搬走了之后呢，我反而会耳根清净。不如我叫安生叔叔买大一点的房子，你跟我们一起搬进去住，好不好啊？傻瓜，你以为买房子像买玩具一样，想买就买？放心吧，外婆一个人住习惯了，没事的。倒是以后你们搬走了之后呢，外婆就不能时时刻刻在你们身边，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还要帮忙照顾妈咪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外婆，那以后我还是可以常常去找你的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。外婆想上一下洗手间，你在这里随便看看，等我回来哦，不要乱跑哦。哦。嗨，真巧啊，世界真小，这么小的几率也让我们碰面了。啊，对了，恭喜你啊，美琪安生很登对，很开心能看到他们结为夫妻。Olive，不要乱跑啊，记得等外婆回来啊。哦。喜欢这个啊？嗯。叔叔买给你吧。喂。喂，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在天台见面吧。好。外婆，走啦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喜欢的玩偶啊。你哪来的钱买啊？是刚才的叔叔送给我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听？来，我拿去还给人家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难道你知道他在哪里啊？知道啊。你为什么约我来这里？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。你说过不再插手 Amy 的事，为什么还到酒店去探听呢？看来你跟 Amy 还有保持密切联系吗？是你把她送走的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她正帮酒店筹备庆祝周年庆的事情，突然请假出国，这应该跟你有关吧？可是我真的很不明白，我已经答应过你，不将你们的事情告诉我姐，可是为什么你还要急着把她送出国？该不会是因为她知道了什么不可告人秘密吧？我问你，我爸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怎么了？继续问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爸出事的前2天，你这个没有用，你根本就知道为什么爸要你去总监署。可是为什么你装作一点都不知情？我不说，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
那你隐瞒你的行踪，又是维护谁的形象啊？你跟我说，发现爸的前一天你一直跟米歇尔在一起，可是我问过他，他说他那一天根本就没有见过你。曼宁，我知道因为Amy的事，你不再信任我了。可是你想想，你觉得我忍心伤害爸爸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整件事有太多的疑点。我只想知道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我再问你多一次，我爸的死跟你有关吗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还是不说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要怪我没有给你机会。我说，爸的死的确是因为我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这几天任何人都不要来烦我。我有事要问你，这件事关乎我的前途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根本没有推荐过我，对吗？原来是为了这点小事。小事？你说这是小事？这么多年来，我辛辛苦苦经营 MME， 它可是我的心血。就因为你的2句话，搞到我两头不到岸。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你还说是小事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我也要嫁给你，我就说过了，你这个人没出息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你这个人心术不正，贪图高职，就凭我几句话，你就会放弃 MME， 放肆，自己不好好反省，还反过来责问我。要反省的是你。这些年来，我对家里的付出绝对不会少过你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你来刁难我？你为什么要处处刁难我？我什么时候刁难过你？是你自己能力有限，注定这辈子没出息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凭什么抹杀我努力？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的岳父。温素人，我知道在你眼里，你根本没有我这个女婿，我是谁？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家人看待。温素人，你是什么大法官？我呸！你没有资格看不起我，因为真正心术不正的是你。给我药！当时他心脏病爆发，是我及时没给他药吃。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还是你爸？一家人？他有把我当一家人看待吗？没有，他为了一场官司断送我一生的前途，他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看待，一切都是他错，根本就是你的错，是你的自私和贪婪才会演变成现在这样子的结局。我没错，是他对我变成这样。我一直这么敬重你，你现在在为你的过错找借口，我真对你太失望了。
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报警！不要这样对我要让你生气吗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现在马上就要报警！手给我！不要啊！妹妹！在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指责我的，你一定会指责我的，你不要怪我，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。我就决定接这个案子，那散会吧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喂，美琪，你妈出事了，她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赶快过来医院。妈咪 ，Olive，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？美琪，安迪的状况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刚到。我们接到电话，赶到现场时，安迪已经失去意识了。急诊室的医生说，他头部的伤势太严重，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医生还说，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是你的母亲啊，我有责任把你教育好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把我教育得很好了。现在是时候，我选择我要走的路。未来的路还很长呢，你有什么本事选择你未来要走的路啊？我是个自私的人，因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，于是把它寄托在你身上，害你没有了自由和一个快乐的童年。除了祝福，我不会再干涉你的任何一切。妈，谢谢你，以前是我的不懂事，让你操心了。我想跟你说，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，你永远是我妈妈。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不关心你，还能关心谁啊？奥利在哪里啊？莎莎带他回去了。他还好吗？莎莎陪了他一整晚，现在情绪慢慢平复了。我留下来培养提拔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我不走。我护命的那段期间，他也是这样陪着我的，对吗？他一直都不肯离开，一连守了2天2夜，后来身体完全撑不住了，才回去睡了几个小时。我也不走。你们2母女的脾气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正义那边查得怎么样？现在只能确定打伤昂提，
和推温曼妮下楼的是同一个人，他还在等 Edward 的口供。你去探望 Edward 的时候，你有问候他？我会的。徐警官，麦律师，我先进去跟古律师录口供。好。是我约曼宁在天台见面。我到达了天台，就见到他跟一个男人在纠缠。对方很明显的是想置他于死地，一直把他往天台边缘推。我马上上前阻止，可是还是迟了一步。那接下来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男人见到我，就拿起地上的砖块向我扑过来。就在那时刻，我听到彩珍的尖叫声，我叫他马上跑，我还紧抱着凶手，不让他伤害彩珍。可是，他拿手里的砖块向我头部打，那一刹那，我就不省人事了。接下来真相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你确定当时现场只有一个凶徒？那为什么钟彩珍会在现场？我不清楚。那你还记得凶手的样子吗？那个男人把帽子压得很低，当时的情况很危急，我看不清楚。可是，以他的身形和动作，都很像上一次袭击曼宁的谭文海。你确定凶手就是他？胡律师，我还有个疑问：你跟温曼宁住在同一间屋子，为什么要约在外面？而且还在这么隐秘的地方见面？胡律师，曼宁，他无意中发现我出轨的事，要我给他一个解释。我不想让我太太知道，所以才私下约他出来见面。原来是这样。徐警官，这件事，请你暂时帮我保密。我原本已经打算向我太太坦白了，可是现在家里出了这种事，我不想再刺激她。你放心，如果确定跟案子无关，我们不会公开这件事的。谢谢你。彩珍，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目前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希望他能度过这一关。米小，怎么不进去啊？徐警官在里面录口供。你没事吧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。对了，医生有说美琪妈妈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吗？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，就看能不能挺过这段最危险的时期。替我问候美琪，我有事，我要先走了。你不看 Edward 啊？明天吧，拜拜。拜拜。曼妮，你起来吧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死得好冤枉啊！妈，你不要这样，曼妮也不想看到你为她伤心难过的。妈妈，你还给我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，妈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现在找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妹都已经死了，你们警察还不赶快去抓凶手？温太太，这次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凶手绳之以法，让你女儿安息的。说到了又怎么样？有用吗？我的女儿回不来了，孩子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们走。
温曼宁在出事前问过我，在他父亲去世的前一天 ，Edward 有没有跟我见过面？当时我感觉到他好像在调查些什么，而且一得到答复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我怀疑他的死跟这件事有关。其实温曼宁在调查古律师的事，我也知道。你知道？刚才替古律师录口供的时候，他有向我提过这件事，但我答应过他不会把他的隐私对外公开，所以很抱歉。我明白。我告诉你这件事，也是希望能够帮到你们尽快找到凶手。我不觉得温曼宁的事会跟古律师有关。你想想，如果他对温曼宁有敌意，当时在停车场也不会舍身相救。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另有隐情。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唐华海，只要一抓到他，自然会真相大白。希望你们尽快抓到人。那我先回警局了。再见。陈律师，找我有事吗？陈律师，Michelle，你说唐文海主动联络你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之前看新闻我才知道，他出来之后就去找当年的检控官麻烦了，甚至现在还杀人。你说他这次约我出来见面，会不会是要把我这个辩护律师给干掉？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你跟他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谁知道他脑海在想什么 ？Michelle， 帮忙，我需要你的意见。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报警处理？那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见你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不过在电话里面，他口口声声说那个检控官不是他杀的，一切等见面的时候再谈。你说我应不应该相信他？难道他真的不是凶手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医生怎么说？情况还是不乐观，接下来的48小时是关键，最终能不能醒过来，还要看昂蒂的意志力。那美琪呢？她还撑得住吗？我会照顾她的。虽然她看起来外表柔弱，其实比很多男人都还要坚强。是啊，她的确很坚强。艾文，嗨，你伤势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只是偶尔头会有一点痛，医生说有轻微脑震荡。那你就应该在房间多休息啊。我想过来看看你妈。你有心了。美琪啊，对不起，当时我没有尽力保护你妈。你已经尽力了，不要太自责。我相信，我妈一定是看到凶手的样子，她才会对他下手这么重。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妈的性格很坚强，她一定可以挨过这一关。希望吧。美琪，你妈情况怎么样了？她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放心吧，我相信她会没事的。你怎么不留在房间好好休息，跑了出来啊？我过来看看财政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安生，你留在这里陪美琪，我送你。那好吧，你保重。谢谢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